家好，我是波波亲子台的牛奶哥哥。你明明就是一只浣熊。今天要来跟大家讲一个 YouTuber 的故事。从前有一个大叔，他很想要当 YouTuber， 所以呢，一开始他就想说，我总是要买一台相机来记录我的生活吧。好了，所以他买了第一台的相机 GoPro Hero 4。那这台相机呢，很小一台，所以常常在拍 Vlog 的时候就晃来晃去。接下来他就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就没有再买任何相机了。你胡说，那这个柜子里的东西是什么？直到了有一年，他又兴起，好吧，我一定要再好好的来录我的Vlog。他又买了另外一台相机，就是 DJI Osmo Pocket。这台相机呢，它有云台，所以实际上在拍的时候是不会晃，可是它的云台常常会左看右看，然后控制相当不容易。另外就是你要记录的时候，你常常需要拿手机出来，然后不小心手机就掉了。在不死心的情况下，牛奶哥哥看到了很多 YouTuber 都推荐 Sony A6400 这台相机。这台相机不但有翻转萤幕，还有 Image Steady Shot， 另外它的画质也相当的好。可是呢，拍出来的画面依旧不如预期。牛奶哥哥万念俱灰之下，想说是不是哪里出错了？于是他买了 DJI RSC2 这个 Gimbal。这个稳定器呢，看起来相当的雄壮威武，可是拿它出去拍 Vlog 的时候，大概10分钟手就快要残废了。所以怎么办呢？牛奶哥哥很伤心。就在去年2021年的时候，牛奶哥哥看到了一个 Facebook 跳出来的广告，他就买了这个 GoPro Hero 10。终于Vlog 的救星跑出来了，这个可以说是所有 YouTuber 的救星，因为他不用再担心手晃手抖的问题，然后他也可以很容易的就记录你的日常生活，所以牛奶哥哥自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好了，故事讲完了。好，欢迎大家回来，我是 Milk。今天要跟大家谈谈 GoPro 10。那今天主要会讲3个部分，第一个是我会简单开箱一下 GoPro 10，第二个我会讲我怎么样在美国用差不多8000块台币左右的价位买到 GoPro 10，第三个是我会谈一下 GoPro 的优缺点啊，然后会稍微简单开箱一下，就是介绍一下我买的 GoPro 配件。好，我们现在来开这个是 GoPro 10，那我买的是最基本的，就是只有 GoPro 10的。好，开箱。那它有附一个最基础的这个收纳盒，打开之后，它附的就是GoPro 10的本体，然后一个传输线，还有一颗电池，还有一个应该是 Basic Mount， 还有一支这个卡榫。所以如果你买的是有套件组的话，它的这个排列的方式又不大一样。所以这就是一些简单的说明书、贴纸。好，看完了开箱的影片，那我们来谈谈 GoPro 10到底有什么特别的，有什么好跟不好的。首先 GoPro 10的晶片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它的晶片，它晶片是 GP2，也就是说从 GoPro 6开始用的 GP1终于淘汰了。然后呢，因为 GP2这个晶片的速度
很明显的比 GP1 强大很多，所以在 GoPro 9以往在前置萤幕有延迟的状况也没有了。还有另外就是它可以拍到5.3K 60 FPS 以及这个2.7K 240 FPS。另外呢 ，GoPro 10它跟 GoPro 9的配件其实是通用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是用 GoPro 9的话，其实我不是很建议你去升级 GoPro 10，也许你可以再等1年，明年再买 GoPro 11。那但是如果你是 GoPro 8或者是更以前的用户，像我之前我的相机是 GoPro Hero 4的话，那我其实升级起来我就相当有感觉。好，那接下来我想要谈的是我这1个月使用之后，我觉得 GoPro 有哪些缺点？第一个，我认为还是热档的问题。热档的情况，在我这1个月使用里面，大概发生了3、4次。后来我发现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常常都是因为使用某一排的记忆卡，那这里我就不讲是哪一排的记忆卡。但是我发现，在使用 SanDisk 的记忆卡的时候，尤其是 SanDisk U3的记忆卡的时候，基本上是完全没有热档过，所以这个是你可以考虑的。GoPro 官网上面也有写它推荐的哪些记忆卡可以使用的。这里我会推荐 SanDisk U3 以上的记忆卡，我会把那个购买链接放在下面，你们可以自己去参考一下。另外一个热档的情况是我在用 Endura 这个电池的时候，我发现因为它可能放电的速度比较快还是怎么样，就是它很容易机身一下就过热了。那也许这个是也许是因为那天我用的记忆卡也不是 SanDisk 或者是怎么样，我已经不太记得。那另外我认为它电池的续航力呢还是稍显不足。当然以运动相机来说，你本来相机就是这么小一台，所以你电池能够有多少续航力，这是没有办法预期说你要跟一般相机有一样的续航力。可是呢，在我平常的拍摄的时候，大概有时候可能20分钟或者是30分钟，或者是更短，可能就没电了。通常这个情况都是在你开这个 Hyper Smooth 到最高的情况，或者是说你要拍摄5.3K 啊，或者是2.7K， 然后240帧的时候，因为这时候它这个晶片可能运算需要比较大的效能去支撑，所以它也许就耗电会比较快一点。第3个缺点，我认为是它的夜拍的能力还是不是很好。你如果说想说我要拿这台当 vlog 相机，如果是白天或者光源充足的时候，其实是还 OK。可是如果到了晚上，如果在外面的时候，其实你还是明显可以感觉到那个杂讯跟颗粒的。当然，它比之前我用过的运动相机都已经好很多。可是如果说你要拿来跟一般相机比，那是没有办法的。好，接下来跟大家谈的是价钱的问题。因为我人在美国，所以我这边讲的价钱都是我在美国买的价钱。如果你想要知道怎么在台湾以很便宜的价钱入手的话，我建议看这支影片，这个是由摄影无聊的阿元所拍的。我认为它里面介绍相当详尽，可以按照他的方法去买这个 GoPro。那在美国的话，我们要知道是 GoPro 每年9月、10月的时候，它会出新产品，也就是说，你如果有换机的打算，你可以等到9月、10月再来做考虑。第2个是每年大概11月，就是感恩节的时候，GoPro 都会特价。那通常特价的幅度大概比平常的价格少50块钱，所以我今年入手价是$349.99美金，也就是官网的价格。那当然它包含了1年的这个订阅的它 subscription 的服务，所以当然349块钱是实际入手的价钱。但是为什么我说我最后是以大概8000块台币左右的价钱入手的？主要是因为在美国有美国运通信用卡，它通常会在感恩节的前夕或者是年底的时候，它会有一个 offer， 就是GoPro 40块 off 200块钱的这个 offer。所以也就是说，你用了这个 offer 之后，你的 GoPro 基本上先砍了40块钱。另外，你也可以再搭配一些cashback 的 website， 比如说 RebaseMe 或者 Rakuten 这些东西。那你有这个cashback 的 website 加起来之后，你就会让你的折扣更大。所以我最后的入手价格就是349块99美金，减掉
18.2的 Rebase Me 的 cashback， 当时的 cashback 是5.2%，然后再减到40块AE 的 offer之后，我入手价格是288.3块，折合台币当时的汇率是8017块台币。如果你看到 AE 有这个 GoPro 40 off 200的 offer，要千万赶快把它加到你的这个 offer 里面，因为你加那个是数量是有限的，并不是说你现在没有点，然后可能过1个月之后你想要再来看还有没有这个 offer， 因为那个假设他发了1000份或者10000份给他的 AE 的 member， 可能在前一两个星期就会被想要买 GoPro 的人 claim 掉之后你就看不到那个 offer 了。那如果你是在台湾的话，你当然是没有这个 AE 的 offer， 可是就算没有 AE 的 offer， 你也可以等到感恩节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的大概的机次价格会比平常出来的价格还会便宜50块左右。那时候你再利用这个代运的方式去把它运回台湾，直接从官网买，就会比透过这个比如说 Amazon 啦全球的 shipping 来买会便宜很多。好，我买的第一个东西是这个媒体模组。这个媒体模组主要是拿来接这个 3.5mm 的音源孔的。那因为如果你要外接麦克风的话，你就必须要用这个媒体模组，那不然的话，你就要用另外一个 USB-C 的一个adapter。但是因为那个东西跟这个价差其实没有很大，但是这个东西媒体模组它除了可以接音源孔之外，它还有 HDMI output 的孔，然后它也可以在不拆相机那个背盖的情况下直接充电，所以我认为这个是一个相当实用的东西。当然它也有一些缺点，那在将来我们的评测里面我会再详细说明哪些是缺点这样子。然后第二个买的是这个Max Lens Mount， 这个是一个广角镜的模组。那这个东西呢，主要是在极限运动的时候，比方说你在溜滑板啊，或者是说你在很快的跑步啊，或者在低角度的时候，你要保持一个水平轴的锁定呢是不容易的。所以 GoPro 它就出了这个广角镜的模组，让你可以在任何情况下，甚至你把你的这个相机翻转360度，它一样会保持水平，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酷的模组。那几乎所有外国评测的 YouTuber 都很推荐这个模组。然后接下来我买的这个叫 Suction Cup， 这个是车用的，就是你可以把它放在车子里面录你开车的时候画面，或者是你可以把它放在车子外面它有个吸盘，所以它吸盘吸在车子上面，你就可以拍这个车子在行进的画面。那当然这个放在车子外面可能一般人比较不会用，因为这多半是比方说你要开车要评测这个新车的开车的顺畅度，或者是说颠簸度那一般人来说的话，大概使用这个都是把它放在车子里面挡风玻璃上面，然后可以拍你在这个开车的情况这样子。然后接下来这个东西基本上是一定要买的，这个叫做 Dual Battery Charger and Battery， 就是它是一个充电模组，然后它可以让你一次充2颗电池。那我们都知道 GoPro 单机本身就已经附了1颗电池，你买了这个东西之后，它又再送你1颗电池，而且因为 GoPro 本身就是一个吃电怪兽，所以有了这个东西，你就2个电池可以一起充电。这个东西基本上我认为是，如果你这边所有东西一定要选一个买的话，那这是一定要买的东西。好，接下来我买的是这个磁铁的扣环。那这个磁性的 clip 是做什么用的？它这个下半部是一个磁铁，所以你可以把它吸附在任何有铁的地方，也就是说在有些地方，比如说冰箱啦，或者是说铁架上面，或者是甚至你把它放在这个车子上面，可能都可以。然后你就可以把相机挂载在上面，然后录影。我买这个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想要把它夹在我的背包的那个袋子上面，所以我如果出去旅行的时候，我不想要让相机看起来这么明显招摇的话，那这个东西就是一个蛮实用的东西。好，最后买一个这个东西呢，是这个 GoPro 的 Enduro 电池。这个电池号称它可以有比原厂一般的电池有13到40% 的续航力。那当然它主打的是它可以在低温的情况下可以维持更久的时间。
那因为实际上使用的时间我还不够长，所以我不能做很多评论。但是就我自己使用的经验，我认为它比一般电池容易发热，这是我对它的第一印象。好，以上就是今天所介绍的 GoPro 简单开箱，还有一些配件的分享内容。未来我们也会出更多有关 GoPro 相关的影片，还有配件的开箱跟测试的影片。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影片。如果你觉得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可以按个赞，然后更喜欢可以订阅跟分享。我们下次见，拜拜。